在美国，用信托来买房子，既省心又省钱，而且还保护你的隐私。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信托。信托作为一个法律工具，有着很多实用的功能。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，都有哪些信托的类型，使用信托买房子都有哪些好处，如何设立信托。什么是信托？信托是一种法律的安排，通过该结构，财产的所有权从个人转移至信托，由受托人管理和运作。为受益人提供利益。设立信托的时候，财产所有者将其财产，比如房产、资金，放入信托当中，受托人根据信托的协议管理这些资产。信托能够帮助设立者控制财产的分配，甚至在其去世后继续发挥作用。信托的三个主要角色：委托人是信托的创建者，负责将财产，比如房产，转移到信托当中，并且制定信托的协议，规定财产的管理和分配的方式。受托人负责按照信托的协议的条款管理信托财产。受托人可以是个人、公司或者是专业的信托机构。受托人的主要职责是确保信托资金的资产安全，并且将其用于受托人指定的目的。受益人是从信托当中受益的人或者是实体。受益人可以是委托人本人、家庭成员，或者是任何指定的个人或者机构。谁需要信托呢？信托适合想要保护财产、优化税务、管理资产，并且进行隐私保护的人，尤其是以下的人群：高净值的人士，拥有大量的资产，并且希望合理安排继承的人；希望隐私保护的买家，不想让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而被公开的查询；复杂家庭结构，有继承计划，或者是希望为了子女、配偶等指定不同继承比例的人；希望避免遗嘱认证的人。信托可以帮助财产在委托人去世后，避免繁琐的遗嘱认证的程序，迅速地交给受益人。使用信托买房的优势：隐私保护。通过信托购买房产，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不会出现在公开的房产记录当中，房产的所有权属于信托，而不是非个人名下。这为财产所有者提供了很好的隐私保护。避免遗嘱认证。如果房产直接归属于个人所有，房主去世后，房产需要通过法院的遗嘱认证程序，这一过程既耗时又昂贵，而且使用信托，房产可以快速地转移到受益人的名下，避免遗嘱认证。灵活的资产管理。设立信托可以明确财产的管理方式和分配的规则，特别是对于拥有多个受益人的家庭，可以通过信托确保每个受益人按照规定获得财产。财产保护。信托能够将个人的资产与受托人或者是委托人的债务诉讼分离，避免财产在个人破产或者诉讼的时候被没收。税务优化。信托可以帮助高净值家庭优化遗产税和赠与税，特别是在涉及大量财产的时候，通过合理的信托规划，可以减轻债务的负担。使用信托买房的劣势。设立和管理成本。设立信托需要专业律师的参与，费用可能较高一些，后期管理信托也可能涉及额外的行政费用。复杂性。信托的设立和管理需要专业的知识，特别是在涉及多个受益人、资产的类型或者跨州法律的情况下，信托结构可能会变得复杂。无法随意撤销。对于不可撤销的信托，一旦设立，委托人无法随意修改信托条款或者是撤销信托，财产
也不再属于委托人个人所有。信托的类型，可撤销信托，这是最常见的信托类型。委托人可以在有生之年随时更改或者是撤销信托，继续管理信托内的财产。房产在信托中依然可以随意的出售、出租，或者是进行其他的管理操作。不可撤销信托，一旦设立不可撤销信托，委托人就无法修改或者是撤销信托，财产完全转移至信托。这种信托能够提供更强的资产保护和税务的优化。遗嘱信托是在委托人去世后，根据其遗嘱设立的信托，虽然不提供生前的资产管理优势，但是能够帮助简化遗产分配。土地信托，这种信托专门用于土地或者是房产的持有，适用于隐私保护和资产管理。委托人依然拥有财产的全部控制权，但是房产登记在信托的名下，保护个人的隐私。如何设立信托？选择信托的类型，根据自身的需求，决定设立可撤销信托、不可撤销信托，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信托。通常建议先咨询专业的信托律师。起草信托文件是设立信托的核心，但明确了信托的条款、管理方式、受托人职责以及受益人分配的情况。委托人可以在信托的文件当中规定详细的管理和分配方案。转移房产至信托，房产需要正式转移到信托名下，委托人需要填写转让文件，并向当地房产机构提交申请。此时，房产的所有权将正式属于信托，而非委托人的个人名下。管理信托，信托设立了以后，受托人需要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进行财产的管理和分配。委托人也可以指定自己为受托人，以确保房产在其生前继续得到合理的管理。在美国买房，很多的外国投资者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用公司的名义买房，税务怎么交，去世后房产怎么办。但是真正懂行的人都知道，信托才是终极的财富结构。从财富传承与风险隔离的角度，外国人为什么买房子往往会用信托结构持有？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面，信托是一种独立的法律主体，可以合法的拥有资产，比如房产、股票、现金等等。财富传承的隐形盾牌与税务的神器。换句话说，你把房子放入信托，由别人或者是机构代为持有与管理，但受益权仍属于你指定的人。这让所有权和受益权分离，从而带来强大的法律与税务的优势，避免遗产税的陷阱。如果房产是通过信托加上海外公司持有，可以让资产从个人名下转移出去，合法的避开遗产税的征收范围。保密与隐私保护，在美国，房产信息是公开的，通过信托或者是 LLC 持有，可以隐藏委托人的姓名，只显示信托的名字或者是信托的公司。很多名人、企业家、投资人，甚至硅谷的富豪都是这样做的。优点就是避免集体的曝光，减少倍数风险，防止商业竞争对手查资产。资产传承与家庭的规划，信托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生前安排，死后执行。你可以在信托的文件中写明，若去世后房产的收益由配偶享有，子女成年后可以出售，这样无需经过繁琐的遗产认证，也不会受到当地法院的裁量。资产是能直接传承到下一代。在加州、纽约等州，遗产认证的通
通常要耗时6到18个月，律师费是5%起步。用信托可以完全绕过这一步。风险隔离与资产的保护，信托是一层防火墙，一旦设立完成，信托名下的资产与个人的债务相分离。假若未来遇到商业的诉讼、婚姻的纠纷、债务的风险，信托结构能够有效地防止资产被追索。需要注意的事项：信托文件要符合美国法律体系，建议聘请美国律师草拟。IRS 税务申报不可忽略，避免使用纯名义信托，那在美国无法律保护的。谨慎选择受托人，可以选择美国信托公司，或者是专业的律师事务所，避免只用朋友或者是亲戚的名义。美国房产的投资，找到靠谱的专业机构是非常关键的。美国房产的隐形房产证有5种的持有方式，选对了省税又省心。在美国买房子和中国的房产证这套逻辑真的不是一回事。你通常不会拿到一张实体的房产证，而是拥有一份写着你名字的房产所有权的法律文件。这份文件会被正式登记在当地的房屋登记机关，平时你也不一定能见得到，但是它比你想象的重要得多，因为房子写在谁的名下，怎么写名下，几乎决定了这套房子未来的一切。要不要多交税？出事的时候能不能隔离风险？人不在了，房子能不能顺利的给家人？会不会被遗产认证拖上了好几年呢？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只关心价格、地段、学区，但是真正决定你10年后省不省心、20年后会不会踩坑的，往往是前者。所以，要了解美国房产最常见的5种的产权持有方式，看看它们各自有适合什么人，又分别埋着哪些雷。个人独有产权、普通的共有产权、联合共同产权、把房子装进公司里 （LLC） 名义持有、信托持有。将房产放入信托是高净值家庭进行长期资产传承规划时常用的方式，可以完全的绕过遗产认证，节省大量的时间与律师的费用。可以在信托文件当中自定义资产分配规则，保护家庭隐私，避免资产信息公开。可以配合税务结构设计，降低整体的遗产税负。当然，信托结构的设立与维护的成本较高，通常需要专业的律师与税务顾问协同设计。不同的产权持有方式本质上是在控制权、灵活性、税务、风险隔离、传承效率之间做取舍。个人独有产权这种方式就是把房子的产权全部写在一个人的名下，比较常见于单身的买房，或者自己独立做房产的投资，不想和任何人捆绑的情况。最大的好处只有一个，但是非常的实在，就是省心。房子要不要出租？什么时候卖？房子能不能再融资？全部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，不用商量，不用签字，不用扯皮，操作自由度直接拉满。但是问题也很直接，而且很多人在出事了之后才意识到的。一旦产权人去世，这套房子必须要进入遗产认证的程序，这个流程往往要拖几个月，甚至是1年以上。这期间房子是不可能动的，同时还要支付律师费、法院费用等等一整套的成本。如果房产的价值较高，还可能叠加遗产税的问题，对家人接手、资产顺利传承都会形成不小的阻碍。普通共有产权这种方式，简单的理解就是一套房子拆成几份，写在多个人的名下。
最常见的场景是朋友合伙买投资房，或者是非夫妻关系的共同出资人一起买房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非常的灵活，产权的份额不要求平均分配，谁出得多，谁出得少，可以直接按比例写清楚，而且每个共有人都可以单独的处置自己的那一份，想转让、想出售，不需要其他人的同意，操作的空间是很大的。但是也正因为太灵活了，风险同样非常的现实。如果其中一位持有人去世，他名下的那一部分产权不会自动的给其他的合伙人，而是必须进入了遗产认证的程序，由其法定的继承人接手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可能一觉醒来，合伙人变成了对方的继承人。在税务层面也更加的麻烦，房租的收入、折旧、费用的抵扣，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那一份单独申报，对账报税的复杂度明显的高于单一持有。联合共有产权这类产权的结构的共同核心是生存者继承权，也就是说，一方去世，产权会自动的归属另一方所有，不需要走遗产认证的程序，但是在实际的使用当中，要分清楚对象是谁。夫妻持有，这是专门为夫妻设计，也是对夫妻最友好、最稳妥的一种结构。在这种模式下，法律上并不把房子理解为你50%，我50%，而是被视为婚姻这个整体拥有100%的产权。它的好处非常的实在，一方去世，房产主动完全的归另一方所有，无需走遗产认证的程序。去世的一方产权通常可以享受 step-up basis，未来卖房的时候显著降低资本利得税。在很多州，一方的个人债务或者纠纷无法单独动用这套房产，因此对于已婚的家庭来说，这往往是自住和长期持有最稳的一种产权结构。父母和子女持有，父母与子女之间不能使用 tenancy by the entirety，通常采用的是 joint tenancy，共同所有权。这种方式可以提前把部分的产权写上子女的名字，在一定的程度上来降低未来的遗产税的压力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多家庭会踩的坑，子女的名下那部分的产权通常是无法享受 stand-up basis。未来一旦卖房子，子女的那一份的资本利得税可能会明显的偏高，所以这种结构在落笔之前，最好结合整体的税务与传承的规划，和专业人士确认清楚。LLC 的名义持有，把房子写在公司的名下。这种方式是把房产的产权直接登记在 LLC 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下。在实际的操作当中，最常见于有多套房产的投资人、合伙投资的买家，或者是对资产保护有明确需求的人群。它最大的价值其实不在省税，而是在隔离风险，还有隐私保护。第一层的好处就是风险的隔离，房产相关的纠纷、债务、意外风险，原则上是只停留在 LLC 的这一层，不会轻易的牵连到个人的名下的其他资产。对于投资人来说，是一道非常实用的防火墙。第二层的优势就是结构的灵活，可以通过转让 LLC 的股权，就可以间接的调整房产的权益。在部分的州，这种方式还是有机会避免房产税，因为产权变更而被重新评估。
除了风险隔离之外，LLC 持有房产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好处——隐私的保护。在美国房屋登记的系统当中，如果房产登记在个人的名下，任何人都是可以通过地址或者是姓名直接查到房主的真实身份。如果说房产登记在 LLC 的名下，公开记录当中只会显示公司的名称。普通的查询者是无法直接看到背后的个人股东是谁，这在现实中是非常有用的。比如降低被陌生人、租客或者是第三方人肉资产的风险，减少纠纷、骚扰或者是针对个人资产的恶意行为。对多套投资房的持有人来说，更利于低调的管理。但是 LLC 并不是无脑的最优解，它的成本也很现实，包括融资难度更高。以公司的名义贷款通常比个人的名义更难获批，利率和条件也更加的保守，税务和合规的也会更加复杂，需要单独的处理 LLC 的税表、账务申报和合规成本都高于个人持有，所以 LLC 更适合明确是投资用途，并且计划长期持有的房产，而不是只买一套自住房。追求极简操作的人，夫妻自住追求省心，适合使用联合共有产权。朋友合伙出资比例不等，适合使用共有产权。投资房风险隔离，优先考虑 LLC。资产规模较大，关注长程，使用信托。产权结构不是买房之后才考虑的细节，而是决定你未来10年、20年是否省事、省钱、省心的底层设计。如果你选对了，它就是你的保障；如果你选错了，可能就是长期的隐患。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家庭结构、资产的情况与需求，来选择最适合的房产持有方式，让这份房产凭证成为真正的安心保障。我们为美国境内外高净值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高效优质服务，欢迎订阅。